阿旺啊，你说我该怎么办呢？辛辛苦苦做起来的店被小人抢了，唯一的亲人你还成墓碑了。要是你还在就好了。岳哥，你在忙吗？我忙个屁！我店都没了，你死哪里去了？赶紧滚过来陪我喝酒！岳哥，我要饿死了！你别过来啊！哥烧的纸不够你直说，明儿我给你烧10只鸡腿。岳哥，我不是鬼，我在这边又活了，可我是真的快饿死了。放屁！你坟就在我面前，我亲手给你烧的纸。我真是阿旺啊！小时候院里发馒头，你回把大的那半掰给我。翻墙偷院长的桃，是你把我推墙后头，自己挨了20遭着。岳哥，这些事儿除了咱俩，还有谁知道？阿旺，真是你！阿旺，你真还活着？你这是在哪儿啊？我记得那天出事，眼前一黑，再醒来就在这片古代荒地了。这儿在闹大灾，到处都是难民。我发现手机也跟着过来了，就第一时间就打给你了。岳哥，这手机好像能传东西。你赶紧给我弄点吃的，我是真的快撑不住了。你等着，我试试。岳哥，真传过来了，太香了！我去，还真行。来，阿旺，喝2口别噎着。只能传东西。岳哥，这儿到处都是难民，能不能给他们也来点儿？等着，哥给你传粮传锅，你把火先支起来，熬一大锅粥先，能多救一个是一个。米、水、盐，锅得大，人多。阿旺，撑住，马上到。阿旺，别在人前接，找个背人的地儿，东西出来的样子，谁也不能瞧见。记住，咱往后对外只有一个说法。小的。这粮食打哪儿冒出来的？是神仙显灵了？不是神仙，我有个好兄弟，在远方一个大商号里，他听说这边闹灾，连夜叫人走偏路，夜里送粮过来，怕招贼，不敢声张，托我替他在这儿施粥。东家远在千里外，旁的底细我也不清楚，我就管一桩事：熬粥救人，都别愣着。捡柴的捡柴，烧火的烧火，今晚有粥喝。孩子先喝，老人先喝，慢点儿，烫。活菩萨，活菩萨！别跪，快起来喝粥，喝粥要紧，
大家慢点儿，都有管饱。恩人大恩大德，没齿难忘。东家，荒地那头有人施粥，免费的，喝粥的人乌泱泱一片。咱20文一碗的稀粥，今儿一碗没卖出去。免费？灾年里送粮，这小子是要断我的财路。去打听，那粮哪儿来的？一个外乡野小子哪儿来这么多粮？阿旺，这边粥能续上，可我手里的钱撑不了几天，米、锅、粮都得花钱。月哥，别为难自己，我这边能上。你这傻子！当年哥开临济，喊你来一起干，你死活不肯白占哥便宜，说攒够了入伙钱再来。你攒的就是这个，店都被人抢没了，你叫哥拿什么让你入伙呀？月哥，钱还在，手艺还在，人也还在，咋就不能入伙了？阿旺，这钱哥收下了，算你的入伙钱。临济被人抢了，抢不走哥这双手，咱从头再开一家。这回你是合伙人，一边开店赚钱，一边接着攻你那边。好，合伙人。月哥，你看，知道你钱紧，我寻思省着点花，这边野菜遍地都是，我领着大伙挖了掺粥里，一锅顶过去2锅，能省小一半的米。行啊，你会过日子了。关键这玩意儿还挺好吃，就当饭前开胃了。等会儿，你扔一把过来，哥尝尝。阿旺，这菜哪儿长的？荒地里啊，撂荒的田埂子上一片一片的，没人要，没人种，这么好的地没人种。旱了好几年，能跑的全跑了，剩下的连种子都吃光了。拿啥种？没打过药，没催过肥，是真正的本味实蔬。哥干了这么多年餐饮，花大价钱都进不到这种货。哎，干净的好地撂着，一帮有力气的人闲着。阿旺，这要是正经种起来，你那边种，哥这边卖，流民有活干有饭吃，咱新店有别家拿不着的好货。这不是野菜，是咱新店的招牌。阿旺，昨儿说的正经种起来，哥说干就干。这是耐旱快菜，20来天就能掐叶吃。月哥，东西是好东西，可我心里没底。大伙饿成那样，你跟他们说20天后有菜吃，20天，怕是当场就有人把种子抢去煮了。所以不能光发种子，得立一条规矩：下地干活的当天就多领一份干粮。记住喽，他们不是为20天后的菜下地，是为今天晚上那份粮下地。菜是白赚的。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，干活当天就给粮，那谁还能不来啊？乡亲们，我手里这是菜种子，种到地里20来天就能掐叶子吃了。20天？今儿这关都过不去，谁等得起20天？东家，要不把种子磨煮粥吧？那也是粮食啊！都听好了，粥照常管饱，1天不停。但从今儿起，凡是下地干活的，当天多领一份干粮，干1天领1天，立马兑现。干今天的活，领今天的粮，不用等20天。对，力气换干粮，当天结账。20天后地里长出来的，算大伙白赚的。
还说啥？地在哪儿？俺现在就跑！下地的跟旺哥走，会做饭的这边，看孩子的那边排好，别挤。俺们又有种子下地了。岳哥，全种下去了。林哥，我听说你出来重新干，我来搭把手。这店怎么不挂林记的牌子了？挂不了，林记现在归鼎石了。林哥，那帮人真不是东西。当初赵鼎带着钱进来，说帮咱们扩店，所有店统一进货，我们还以为遇上好人了。结果进货的渠道一归他们管，好几家店的料就偷偷换成次的了。吃出了毛病，黑锅全扣你头上。可那明明是他们换的料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你当时就没争一争？怎么没争？可料是从总仓发的，单子签字全是齐的，一翻全指向我这个店长。我嘴长在脸上，架不住人家证据捏在手里。那店怎么就成他们的了？出了吃坏人的事，股东一慌，低价就把店卖了。人家买的不光是店，连林记这块招牌都一起买走了。我想再用这俩字儿都不行了。林月那边什么动静？开了家小店，没敢挂林记招牌，街边铺子不起眼。哼，就这？要不要照老规矩断了他的货？这城里大半菜商的货从咱们走，他进料的渠道咱一句话就能掐死。再让那几个好写两篇，把他口碑做臭，跟之前一样。杀鸡用不着牛刀，林记那么大块招牌，我说换料就换料，说收购就收购，他连个水花都没溅起来。如今他丢了牌子，光剩一双手，一个没招牌的厨子，能翻起什么浪？如今大伙认的都是牌子，谁还认人？掐他踩他，反倒抬举他。盯着点就行，别让他把老客拉回去。等他自己撑不下去关了门，比我动手干净。东家彻底卖不动了。那野小子的粮查了20天，查出来路了没有？查不着，那粮跟凭空冒出来似的，既不见车马，也不见船，一点影儿都摸不到。小的寻思，他白送粮不收钱，这么烧下去，迟早把自己赔垮，咱等着看他笑话就是。可这20天，他不光没垮，还领着难民把东头那片荒地全种上了，眼瞅着菜苗绿油油一片，就快收头茬了。如今他那免费粥棚乌泱泱聚了几千号人，咱这20文的稀粥一上午没开张。免费施粥施了20天，还把荒地种上了，他这是要断我的财路，摆明了跟我作对。白送了20天，这口粥是把俺全家从鬼门关拉回来的。地里的菜眼看就熟了，往后还能顿顿添个菜，日子有盼头了。粥计20文一碗，清汤照得见人影。这边白送管饱，傻子才往粥计去。都有，排好队，管够。哪儿来的野小子，敢抢周记的生意？识相的，趁早把这破棚子关了，不然今天砸的是锅，明天砸的就是人。都把手放下，谁先动手谁没理，咱不能上这个当。乡亲们都看着，我这棚子白送粥管饱，救的都是快饿死的人，我招谁惹谁了？他周记20文的清汤卖不动了，就来砸我的锅，推我的人。你们砸的是俺们一家老小的活命饭啊！算你们今天人多。哼，这破棚子能开几天？走着瞧。
我们东家要收拾你，有的是法子。岳哥，他这话不像吓唬人，来硬的占不着便宜，怕是要使阴的了。一群废物，几百个泥腿子都压不住，硬的不成，就来软的。他那粮再多，也得从我周记的地界上过。去会会管曹粮的钱大人，我倒要看看，没了进城的路子，他这粥还怎么施？钱大人，那范鹏小子的事儿，还得您给做主。一个施粥的，能有多大事儿？大人您不知道，他那粮邪门，我派人盯了20天，没车马进城，没船走河道，凭空就有粮有菜有锅，这不合常理。你的意思是，要么是私通外路走私粮，要么就是妖术。大灾年里聚着上千号人，天天管饱，人心都归了他。哪天他振臂一呼，这一片可就不归大人您管了。钱大人，您只要发句话，把进城的粮道一封，再派几个差役去查他粮的来路。他那粮压根儿说不清从哪儿来，只要查不出来路，妖人惑众这4个字他就赖不掉了。进城的粮道我这就下令封了，差役我也派去问他粮从哪儿来。不过周老板，眼下这赈灾的差事水深，上头督办大人盯得紧，你我办事干净些，别为个施招的野小子惊动了那尊大佛。大人放心，那笔肥差您和督办大人吃得安分，小的替2位趟浑水，绝不往外漏半个字儿。要真查出是妖术蛊惑百姓，用不着你周记动手，官府直接就能拿他办他。旺哥，出事了！街上都在传，说咱这粮是妖术变的，说你是妖人，还说官府要封进城的粮道，派差役来查粮的来路。岳哥，麻烦了，他们查不出粮哪儿来的，就说我使妖术，差役要来查，我这粮全靠你传，根本没来路，咋办？阿旺，听哥的，从今天起，对外就一个说法，这粮是远方一个大商号运来的。远方商号？对，就说那商号专走偏僻小路，挑夜里运粮，怕招贼，从不声张，所以没人见过车马大船。你呢，就说你只是替这商号在本地施粥办事的，东家远在千里之外，旁的底线你也不清楚。那他们在追问细的呢？你就一句话，我只管干活施粥，东家的事儿我不晓得，问不出花样，他们也定不了你妖术。记住，这粮是商路上运来的，不是天上掉的。远商粮路，我懂了。还有，手机绝不让第2个人看见，这玩意儿要是漏了，他们不光说你是妖人，是真敢一把火烧了你，听见没？听见了，这命根子我比谁都看得紧。都退后！差爷办差，谁也不许动手，不许围，咱站着理，别给人留画饼。哪个是阿旺？有人告你凭空变粮，妖术惑众，粮从哪儿来？说清楚。差爷，什么妖术？外头瞎传的。这粮是远方一个大商号运来的，专走偏僻小路，夜里运粮，怕招贼，从不张扬，所以没人见过车马大船。我就是替这商号在本地施粥办事的，东家远在千里外，旁的底线我也不清楚。连来路都说不清，就是心里有鬼。差爷，商队走偏路怕遭抢，本就不愿声张，这是常情，跟妖术不沾边。东家的底细我说不清，可这粥是真的，这菜是真的，救活的这几百号人也是真的。
乡亲们，我说的是不是实话？差爷，这后生施了20天粥，救了俺们一家老小的命。他天天就在这棚子底下熬粥种地，哪有半点妖法？要是救命也算妖法，这天底下的好人就没法做了。差爷明察，他要真是妖人，俺们这些天天喝他粥的早该遭应了。可俺们好好的，娃儿也活下来了。岳哥，妖叔那顶帽子靠乡亲们作证摘下来了，就是周记不甘心，把粮道封了，放话要饿死咱。随他封去，反正咱粮不走道上。倒是有一桩躲不过，你那边人越聚越多，眼看奔着几千号去了吧？哥这手机一次就能传几10斤东西，先前180人还够分，这几千张嘴，哥就是不吃不睡的传，也填不满啊。岳哥别愁这个，就差这1-2天，明儿头茬菜一收，连粥带菜管饱，往后这几千号人靠地里出产就够了，不用你硬传。就差这1-2天？眼下这1-2天的脚用你紧着传，咱撑得住。行，这2天哥不睡了，也给你传满。挨过这个坎儿，往后地里自己长。岳哥，你看，昨儿说的菜就是这一大片。往后为这几千号人，靠的就不是你那点传的了，是脚底下这片地，这茬接那茬，地里自己长，管够。你那手机，往后省着劲儿传种子、传家伙就行。好，今儿把头茬菜收了，连粥带菜照常管饱，让周记看看，封了道，俺们照样饿不死。20天就长成这样，俺种了一辈子地，没见过这阵势。都别愣着，壮的下地割菜，妇道人家烧水架锅。今儿晌午粥管够，菜管够。还有个新规矩，从今儿起地溜出产了，壮劳力下地干活的，一碗只收3文，图个自食其力。老人孩子干不动的，照旧白吃管饱。前些日子不是白给吗？咋收上钱了？大灾救命白给，如今能自食其力了，收3文，图个心里踏实。慌什么？道封了几天了，那帮泥腿子该饿得啃树皮了吧？东家，没饿着，小的派人远远瞧了，那村里今儿晌午开了几10口大锅，连粥带菜，人人管饱。那菜水灵灵的，堆成山。菜哪儿来的菜？道封的铁桶一般，一粒粮也运不去。是他们自己地里长的，听探子说，皇帝全啃出来了。那菜邪性，20来天就能割头茬，割了还长，一眼望不到边儿。我封的是大道，可他的粮长在自家地里，我白封了，封1年也是白封。东家，那还去衙门递话把路解了不？解什么解？官面上的吏戒都戒了，白白撤了不是叫人看笑话。周路，你想想，那帮流民逃荒来的，身上裤子都不囫囵，可种子、铁锅、农具样样齐全，这些东西是哪儿来的？这小的也纳闷儿，粮断不了它的根，那就把它的根给我挖出来，去挑个机灵的，扮成辽民混进去，吃他的粥，睡他的棚，给我盯死了，粮到底打哪儿来的？是。店有了，名也有了，就差招牌菜。岳哥，头茬，专挑最嫩的给你留的，尝尝。传过来。这味儿脆甜回甘，城里再贵的有机菜都吃不出这一口，这地是真干净。哥的招牌菜有了。进去了，就一点点。
阿旺，我好像能离你近一点了。林哥，真不挂林记俩字儿啊？老客认招牌的，认招牌的，迟早也得认味儿。咱不抢那块脏了的牌子，把味儿做回来，客自己会回头。那这月旺是啥讲究？月是我，旺是我兄弟。这店是我俩说好要一块儿开的。这本味时蔬是个啥菜？凭啥限量？乡下小农户的菜，没打药没催肥，量小供不上多少，每天就那几十份，卖完为止。底下这些常菜，走的是正规渠道进的料，管饱实惠。记住，咱这店好料明着摆，账目清着记。林哥，剩这点菜留着干啥？又不卖，留样。今天卖出去的东西，我这儿都留一份记一笔。谁哪天说我家菜有问题，我开柜子亮账本，一查便知。还没人找茬呢，你先把后路铺上了。做干净的买卖不怕人查，怕人查的才心虚。就搁了点盐，咋这么香？老板，这菜，这是当年临记那个味儿啊！我可有小半年没尝着了。自打临记出了那档子事儿，我就再没敢信过外头的菜。今儿这一口，这味儿回来了。这蔬菜不对劲，这么干净的底子，城里可进不到。老板，你这本味时蔬哪来的料？乡下小农户直供，看天吃饭，量小，所以限量。行，这家店我记下了。林哥，刚那女的好像是个写美食评论的。哎，旺哥，您这又管饭又分活的，忙不过来吧？粗活累活尽管使唤我，我别的本事没有，就有把子力气。行啊，有力气是好事儿，先吃饱了再干。王哥，那个新来的姓什么都没人说清的，白天勤快的反常，夜里却在粮屯边你屋外头摸来摸去。我留意2天了，他那双手白净，虎口连个茧子都没有，哪像逃荒挨过饿下过死力气的人。周记派来的眼线吧，明着砸场没占着便宜，就改派人来扒咱的底。想查清这粮到底打哪儿来，要不要寻个由头把他撵了？撵了他，周记还会再派第2个、第3个，防不胜防。不如把他攥在手里。他想看什么，咱为什么给他看？哪天用得上，他这双眼睛、这张嘴，反倒替咱办事。那我盯紧他，别叫他真摸到要紧地方。尤其我那间屋，盯死了，谁也不许进。别的，由着他吧。岳哥，麻烦事儿来了。周记派了个眼线，扮成流民混进来，专盯咱粮从哪儿来。白天套近乎，夜里在我屋外粮屯边转悠。把手机看紧了，那东西要是叫他瞧见一星半点，妖人那顶帽子立马又扣回来，这回连乡亲都保不住你。我晓得清楚，我让阿和盯死了，手机从不离身，嘴上的口诀还是远上梁那套，他套了2天，啥也没套着。阿旺，周记这老东西死穴在哪儿，你知道不？囤粮抬价？对，可也错，仓里囤的全是高价吃进的陈粮，赌的就是灾年粮越来越贵。这种人最怕一样东西，怕啥？怕粮价掉。只要他信粮药不值钱了，
他比谁都急着脱手，生怕烂在仓里，砸在手里。道理我懂了，可梁家又没真掉，咋叫他信？不用真掉，只要让他以为要掉。你那眼线天天扒着茶凉园，这些天也亲眼见了。咱那地自己长菜，长得邪性，你就漏给他一句：这地疯长，菜要大丰收，多的吃不完。过几日就敞开免费白送，全城灾民人人有份。菜跟他那粮有啥相干？相干大了。灾年人为啥肯出高价抢粮？怕饿死。可一旦满城都是不要钱的菜，家家拿菜掺糠煮菜粥，一天原本要吃3斤粮，如今1斤就垫饱了。全城要的粮立马少掉大半。要粮的人一少，他囤那一仓高价粮就卖不动，砸手里了。对，他赌的是灾年人人抢粮，菜一白送，瓜菜带粮，这赌就输了。那我上市集上嚷嚷去。光靠市集传未必管用，市井谣言他见得多了，未必全信。那咋整？他不是派了个眼线蹲咱据点里扒底吗？这眼线咱反过来用。咋用？他费这么大劲把人安插进来，图的就是点真东西回去交差。咱就给他一桩真东西，你当着他的面装作压根儿没防着他，悄悄跟阿和咬耳朵，把这白送菜的消息漏给他偷听。这时他眼见为实，那地真在疯长，由不得他不信。他自个儿偷来的，准当成宝贝送回去。对，他信自己的眼线胜过信外人。这一回，他那眼线就成了割替你递到他跟前的刀子。市集上再撒一把，两头一对，他再不会疑。我懂了。记住，你只放风，别成头，剩下的让他自己的贪心收拾他自己。阿和，跟你说桩事儿，先别外传。咱这地儿你也瞧见了，邪性的很，菜长得比啥都快，眼看大丰收，多的吃不完。东家说过几日就敞开免费白送，全城灾民人人有份，菜粥管够。当真？满城都有不要钱的菜掺着吃，那还有几个肯买高价粮？粮价岂不要他？可不。嘘，隔墙有耳，回头细说。你换身寻常衣裳，去市值人多的地界，把这菜要大丰收白送全城的话，不经意的散一散。记住，别提是咱让你去的，就当街坊闲客。明白？听说了没？那管饱饭棚的菜要大丰收，过几日免费白送，赈济全城，菜粥管够。真的假的？那有不要钱的菜垫着，谁还买高价粮？东家，那粮源，小的还是没撬开实底，他们口风死紧。可小的这些天亲眼见着了，他们那块地邪门，菜长得疯快。今儿又偷听着一桩要紧的，眼看大丰收，菜多的吃不完，过几日就敞开免费白送，全城人人有份。满城都是不要钱的菜，家家拿菜掺糠垫肚子，一天3斤粮的嚼用立马掉到1斤。我这满仓高价粮，谁还来抢？东家，街上都传遍了，说那饭棚的菜要大丰收，免费白送，赈济全城。里应外合，错不了了。要粮的人一少，粮价立马崩，到时候我想出手都没人接。不能等，趁着风声还没坐实，赶紧抛，降价。抢在那批菜放出来之前，把仓里的粮全换成现银。东家，降多少？跟着往下降，别人卖多少我比他还低，砸在手里才是真玩。周记放粮喽，平价，比往日便宜1半，走过路过别错过。买他的粮干啥？那头管饱饭3文1碗，还带菜，地里又自己长菜，谁还囤这个？再说那饭棚的菜眼瞅着就大丰收，白送了，他今儿降1半，明儿说不定还降，急啥？
怎么会这样？我降到这份上了，那菜也始终没放出来。你这些日子又去蹲了的，他那大批菜到底白送出来没有？小的连着蹲了好几日，菜是还在涨，可一颗也没往外送，集上也早没人传了。是那范鹏小子，地里真涨菜是真，大丰收免费白送是假。他算准我会派人盯着，拿着半真半假的话专演给你偷听。我千挑万选的眼线，倒成了他递到我跟前的刀子，我这一仓粮全贱卖了啊！岳哥，成了，他自己拍的眼线，把他自己给坑了。白送的菜呢？你拍着胸脯送回来的消息，害我贱卖了一整仓粮。东家饶命！小的也是亲眼瞧见那地风场，亲耳听他们说要白送的。亲眼亲耳，我看你是叫那野小子拿话喂熟了，回来光我的吧。废物东西，滚！再让我撞见你，打断你的腿！滚远点儿！怎么了，小满？林哥，我托还在鼎石的朋友偷偷把这个拿出来了，当年换那批饲料的内部调料单。这上面有批条，有签字。当时你说是他们背着你换的料，压成本砸招牌，可你手里没一张纸，说破天也是空口。现在不一样了，白纸黑字，谁批的谁画的押全在上头。当时要是有这张纸就好了，这种单子鼎石仓里还压着不少。这边的账也该轮到我来翻了。小满，这事先别声张，证据得一张一张凑齐了，等齐了，一次掀干净。东家，这一亏伤了筋骨，底下几家分号的银钱都周转不开了。去递帖子，求见钱大人。当初风凉道押那范鹏是他点的头，我栽了这么大跟头，他不能装看不见。钱大人那头怕是不肯沾。他敢不认，挪赈灾粮的肥差，他和曹上那位督办大人吃得最饱。这浑水我替他们趟了这么久，要补窟窿，自然找他们。东家，这话可不敢乱说。背后里，今儿就去。汪哥，跟你打听个事儿，上头不是早拨了赈灾粮，说要开仓放赈吗？我等了3月，一粒影子没见着，倒是周记的高价陈粮，仓里堆得冒烟儿。朝廷的赈灾粮没到百姓手里，听说卸进漕运的官仓就再没出来过。我们这些小本买卖的，想进点平价粮周转都没门路。岳哥，我琢磨明白一桩事，这场灾一半是天旱，一半是人祸，赈灾粮压根儿没发下来，全叫人吞进官仓了。周姬敢这么横，底气怕也是从这儿来的。这条线先记心里，不能打草惊蛇。你看这儿，批次号、仓库编码、签字都齐，可光一张单子告不倒人。林哥要顺着查。对，换料不是凭空换的，得有供货商出次料，有车队走货，有仓库进出，环环留痕。你那还在鼎石的朋友，能不能再帮个忙？把这批次对应的进货账、送货单，想法子偷拍几张，复印几份带出来。我去问问，这种单子仓库底档里都压着原件，他能想法子翻拍？当年一块被裁的几个老伙计，换料出事那阵亲眼见过半夜换箱子，他们肯出来签字作证。要的就是这个，一张单子是孤证，账、货、人对上了，才定得死。换料那家供货商，早2年就被鼎石收编了。林记不是头一个，赵鼎这套做过不止一回。
周记那条线是阿旺一个人扛起1城人，这条线该轮到我把被他坑过的人一个一个找回来。一个苍蝇馆子，调味能干净成这样，这个老板到底什么来头？食安事故，这双手做出来的东西能出食安问题？没有一篇报道提过具体是哪批料出了问题，也没有供货商被追责的记录，全责可连换了什么料都没写清楚，有问题。东家，钱大人闭门不见。他推三阻四，是要撇清我这只惹了祸的脏手。那咱怎么办？不能就这么垮。那范鹏小子的粮到今天还说不清来路，我去市集摆开了讲，告他囤积货重，来路不明，只要把脏水泼回他身上，人心就能拉回来一半。旺哥，我对不住你们，可周敬之把抛粮血亏全在我头上，打了我一顿撵出门，我现在无处可去。当初你扒我们的底，我没撵你，留着你就是想着有这一天。周记怎么囤粮，怎么使坏，怎么勾连钱大人，你原原本本说出来，替大伙出气，也替你自己讨个公道。我说，我全说。旺哥，人都齐了，不光是咱棚里的灾民，城里的街坊也来了，他们买周记的高价粮，一家老小的积蓄全刮干了。乡亲们，那范鹏的粮来路不明，指不定就是妖术变的。他聚拢这么多人，图谋不轨呀！周东家，你要算粮的来路，那好，今儿就当着全城的面，把账算个清楚。这位周东家，灾年里囤着满仓陈粮，20元一碗卖清汤，专挣大伙活命的钱，灾民买不起。城里的街坊呢，一家攒了几年的积蓄，全填进他那口黑锅里了。我家男人病着，买他1袋粮花了半年的积蓄，如今粮吃完了，钱也没了，连抓药的铜板都凑不齐。我们不是灾民，可以被他刮得干干净净。我这范鹏3分管饱，断了他财路，他先派打手砸我的锅，撞倒老人，砸不动就买通官员，封粮道，告我妖人，要饿死满棚的人。我就是周记派去范鹏的眼线，囤粮、造谣、勾连钱大人，桩桩我都经手过。周敬之挪不平亏空，就想着从大伙身上一刀刀刮回来。他抬价压市，我们这些小本买卖全叫他击垮。你们血口喷人！开仓，把他仓里剩的粮全拉出来，还我们的血汗钱！钱大人有令，周敬之囤粮害民，扰乱粮市，即刻拿下，收押候审，仓中余粮充公赈济。钱大人，周敬之，你可知罪？上头还有人，还有。岳哥，周记倒了，粮仓开了，人也被差役押走了。可有一桩事不对劲，抓他的是钱大人的人。钱大人主动抓他？对，周敬之被拖走的时候喊了半句，上头还有人，叫差役无罪躲回去了。岳哥，钱大人不是在帮咱，是在灭口。杀人灭口比放着不管更说明那条线是真的。阿旺，周记是条死狗了，可咬着链子那头的手比周记狠10倍，账册人证一样都不能松。我明白，台前的清了，水底下那条得慢慢掉。周老板在牢里抱病了，石头都没让家里捡。东家知道的，我都知道。东家这下场，就是我的下场。烧了，我拿什么保命？这账是催命的，也是唯一能救我的。
满城官面没一个干净的，能不怕官，还压得住周记的，只剩那个施周的。望兄弟，东家被钱大人灭了口，我是下一个。这本账，周记替官仓转卖赈粮的每一笔，哪个仓过谁手，分多少银子，全在上头。我拿命换一条活路，你收不收？账我收，你的命我也保，但你得听我的。从今天起，你这个人这本账都得藏严实了，谁也不能知道你在我这儿。藏？钱大人要你死，是怕你这张嘴。可你这张嘴得留到真正能定他罪的人面前才值钱，在那之前，你得活着，账得干净。月哥，天上掉下条大鱼，周记的账房带着血账反水了。钱大人挪赈粮那条线，这下有人证有账册了，那就更得稳住。这条线掉的是大官，他活着才有用，把他给我藏死了，等真正管得了大官的人来，再放他出来。赵总，那家月旺起来了，本位师叔天天排队，老客一个个往回走。当初我说人认的是牌子不是人，可他连招牌都没挂，光凭一口味儿，把人一个一个挣回来了。是我看轻他了。那本位师叔城里进不到这种货，来路查不到。查不到，那就掐了他。城里大半菜商的货从我顶石走，让他们断了月旺的供。在他隔壁给我开一家店，菜价压到底，赔本也开半年。在喂饱那几个美食号写月旺的菜来路不明，吃着不干净。林哥，供货的几家今早全说没货，隔壁3天前开了家鼎食，菜便宜一半，网上一堆号说咱本位师叔来路不明，吃出毛病。意料之中，赵鼎掐得了常规菜，掐不了本位师叔，他连货从哪儿来都查不到，怎么掐？那黑屏呢？满网说咱脏，怕人查的才心虚。这面墙是透的，留样柜天天满的，条账摆门口，他们写100篇来路不明，不如客人嘴里一口真味。货断不着，月旺那本位师叔根本不走城里菜商，咱掐不到他的进货。隔壁咱那家店菜价压到底了，没人去。客人说月旺那口味别处吃不着，便宜的他不要。黑屏也压不住，林月把后厨全敞开了，门口立了块牌儿。更邪门的是，他那本位时书挂在城郊一个登记在册的自家农场名下，菜也确实干净，送检全合格，票据报检追溯码，咱顺着一路查到农场，连个错处都挑不出。赵总，掐货压价黑屏全没压住，更要紧的，林月再翻几个月前收购临街的旧账，找回被裁的老人们，连那张换料调料单都到他手里了。他顺着旧账往我头上翻，一旦坐实当年是我换料栽他黑锅，我吞下去的全得吐出来。那先下手。他翻案靠被冤枉，大家同情他，可同情只给一次。找个人去月旺当场吃出问题，一个刚翻案的人自家店再出食安事，公众只会信他真有问题，名声先烂了，他往上咬就没人替他说话。趁他咬到我之前，先把他的嘴堵死。黑店，我吃了你家本味食蔬，上吐下泻，碗里还有这个。吃出问题是大事，小满，报警，再打市场监管的投诉电话，就说月旺有顾客当众称吃出异物，请他们来现场处理。警察、监管都在路上，今天当着所有人把他查清楚。今天每样菜我都封了留样，贴了日期。这位先生吃的本味食蔬，这儿有一模一样一份，没人动过。宋姐，有毒没毒机器说了算，不是谁喊一嗓子说了算。这几个一起拍摄视频的号，我查了，都是同一家公司开的。这家公司是鼎食的。托尔，鼎食派来的。市场监管局接到投诉说这儿吃出东西，东西先别动，
留样台账、监控都封了，该检的检，该查的您随便查，监控也请一并看。这位先生说我家菜里有虫，怎么来的？上面拍得清清楚楚。虫是你自己放的，监控归监控，店照样需要例行检查。开留阳柜，后厨台账，一并查。留样齐全，台账对得上，后厨没问题。店是干净的，倒是你这虫是栽赃，不是食安事故，后面警察跟你算。我就问你一句，谁给你钱让你来闹的？转账记录跑不掉，警察一查就知道。说，是不是鼎石？想栽我，结果自己被监控拍了个正着。这回是你们自己把把柄送上门。今天这场我全程录了，监控、土子、塞虫，背后那家关联公司，单这一条，鼎石就够喝一壶。不够。不够。今天这虫子是赵鼎慌了时的昏招。大伙看完，顶多骂一句鼎石真脏，骂完，林记当年怎么被换料栽赃、压价抢走，还是没人知道。调料单、进货账、送货单，几个被裁老员工的证词，旧账、新账，要报一次报干净，批次、签字、付款方全对得上。这不是管理不善，是有人蓄意换料，把锅扣你头上。你查了我这么久才肯把这些拿出来，信我了？你不用信我，看这些对不对，自己决定发不发。我做内容只一条规矩，只说查的实的，这些我核的实，发。我在临记干6年，换料那阵儿是鼎石统一供货后，箱子被半夜调包，出了事全推林哥一个店长。我们几个被裁的，亲眼见过半夜换箱子，今天敢把名字签上，人证物证账，今天的监控4样齐了。原来当年是被陷害的，还想故技重施，当场抓包，监控加转账，铁证。我就知道你做不出那种事。赵总，压不住了，旧账、监控、转账全爆了，热搜第一，监管立案了。一只虫子，一张破单子，怎么就把整个鼎石掀了？上回越旺那案，我们顺着托儿的转账，把鼎石的底翻了个遍。当年换料的批次、签字、付款，今天买通栽赃的转账，一并封存。鼎石涉嫌食安造假、商业诋毁、欺诈收购，即日停业调查。赵总，银行一听被查，今早就发函抽贷，长期供货合作的电话全打不通。当年被咱一样手段击垮的那几家店，联名把咱告了。墙倒众人推，我这盘子是自己先塌的。这店早不是林月的了，谁还敢进？林哥，鼎石撑不住了，要把临记门店和招牌低价甩卖，急着脱手套现。脱手？没那么便宜。这不正是把店买回来的好机会吗？买回来那就是认了，他卖的正当。可几个月前这桩收购是怎么来的？赵鼎先换料，造食安手纹，把口碑打崩，股东一慌，几乎白送的价卖给鼎石，本就是骗来的。苏婉，把当时那桩收购的来龙去脉，连同换料栽赃的证据，一并交给陈科。我要的不是花钱接盘，是认定这桩交易从头就是欺诈，依法撤掉。林记不是我买回来的，是他本来就该还给我。经查，鼎石当年以换料、造谣手段压价收购临记，构成欺诈，依法撤销交易。食安造假、商业诋毁数罪并罚。林哥，
我们回来了。骗子俩字，今天正式从林记身上摘了。阿旺，林记，哥拿回来了。早说过，抢不走你这双手。我这边的账清了，你那边压着镇灾粮的大鱼，该收网了。林哥，林记的牌子挂回来了，那越旺那头往后咋办？2块招牌，你一个人顾得过来吗？林记，我要回来的是他的清白，不是这块旧门脸。这店的根，这帮老客，交给你和大伙，把当年那个味儿守住，让认招牌的人慢慢认回这双手。林哥放心，林记交给我们，越旺我自己守着。那店是我跟我兄弟说好要一块开的，少一个字都不成。旺哥，经理下来钦差了，这场灾死的人太多，瞒不住。皇上派钦差大臣专查赈灾粮的去向，朝廷自己来查了。可钱大人、曹上督办大人早得了信儿，这几日连夜往官仓填粮做样子，对外只说赈济一直在放，能堵嘴的全堵了。岳哥，机会来了，可也凶险。钱大人他们填空仓做假账，想把钦差也糊弄过去。咱手里就一个泥腿子，一个反水眼线，钦差凭啥信咱？不信堂堂督办。阿旺，他们能填满官仓，能买通账房，可有一样东西做不了假。啥？人。他账上写赈济一直在放，人人有粮。可你这一城灾民，这几个月谁吃过官府1粒赈灾粮？没有，全是咱那口周鹏救活的。仗是死的能改，上千张活着的嘴问一句，官府赈过你没有？齐声答没有。这账一对就穿，再加周记那本账，周敬之囤的高价粮哪个官仓流出来的？账在周路手里，他东家被钱大人灭了口，这粮子能用。他们眼赈济太平，你就把这一城没领过1粒赈粮却差点饿死的活人，原原本本摆到钦差面前。死粮对活人，假账对真嘴，他们输定了。大人请看，仓轮充实，赈济从未断绝。地方虽遭灾，幸赖天恩，并无饿殍。并无饿殍。钦差大人，草民有冤情上禀。讲，他们说赈济从未断断，草民只问这一城人一句：大伙儿，这半年官府赈过你们1粒米没有？没有。这上千号人是草民施粥垦荒一口口喂活的，官仓堆的冒尖的粮，没1粒到过百姓嘴里。大人若不信，问一句，这满仓粮哪天放给了哪个灾民？账上可有领粮人画押？大人，小的是周记账房，我家东家周敬之替钱大人、督大人转卖官仓的赈灾粮，高价盘剥灾民，这一桩桩一笔笔账目都在这儿。哪个官仓出的粮，过的谁的手，分了多少银子，写得清清楚楚。你家东大人呢？怎不来对质？东家事发后就叫钱大人灭了口，小的怕做下一个，连夜抱着这本血账投了旺兄弟。这些日子东躲西藏，就为等大人您这把能定他们罪的尺。满仓是连夜填的，账是新做的，可这上千张嘴，这本血账做不得假。督办前手挪用赈粮，盘剥灾民，杀人灭口，铁证如山。来人，拿下！开官仓，放赈，按户发粮，一户不落。青天大老爷！岳哥，成了，台前水底全清了。岳哥，林记回来了，你守着他，往后就是好日子。就是隔着这块屏，看得见，碰
碰不着。当年割开灵迹喊你入伙，你说攒够入伙钱再来，钱攒下了，人却隔了1000年。头一回只能传东西，开张那天指尖才进去一点点。月哥，当初只能递个东西过去，这1年两头的事一桩桩一块扛，一锅锅饭一块熬，像是把这个手机一点一点撑成了门，进得去，出得来。月哥，是真的，你真过来了。门开了，阿旺，看得见也摸得着了。这手机两头都通，我那边店还开着，这边地也撂不下，往后割两头跑。林哥，你昨儿打烊后人就没影了，我找一宿。回了趟老家，小满，越王往后还是老规矩，账目清着记，好料明着摆。还是这口，这味儿一辈子忘不了。来。来的正好，这桌的菜就等你掌勺。现代越旺，古代临济，2块招牌，一个味，都是咱俩的店。两头跑，不嫌累？当年我对着你那块墓碑，喝一肚子闷酒，觉得这辈子就剩我一个了。如今好了，这头有你，那头有店，门一迈就到，累点是福气。合伙人1人1半，1人1半。